华晨宇。那完了，我不合适啊，我就想象成隋文静了。那这个有点尴尬。我得换一下啊。哎，刘昊然了都。本来就是刘昊然。我要进入角色了。进不去，你太黑。嗯。韩聪想的就是隋文静是吗？对啊，想的就是搭档，我没有其他代入。对，图兰朵公主高贵的曲目还是讲述的是王子和公主的故事。我是不停的在追这个公主，然后这个公主一开始就是拒绝我，直到最后的帕瓦罗蒂的《今夜无人入眠》这首大的音乐全部出来之后，我们的情绪做出一个很大的渲染和释放，最后公主和王子应该是在一起了。这么多年了，就这么劲儿吧。我们就是吵来吵去，其实也没有什么。我学会了让。我也学会了包容。是谁让着谁？我让着他，我不跟他吵了。我觉得是相互让。你都对。你不觉得吗？如果我要真不让的话，真不让会怎样啊？就地球就崩塌了。下一步我们队里面会做这个准备的，到时候会告诉我们，传授我们一些很多这个关于奥运会当中的一些各种预案、各种想法，包括到那个位置的时候怎么去处理。教练之前我们开会有讲过这个问题。教练一定紧张，我觉得我们在场上滑的时候，教练肯定会比我们紧张更多。就是当我们看我们的队友滑的时候，也一样很紧张，然后手心里都是汗。我觉得在下面看的人一定比在场上滑的人紧张，所以我觉得我也就是非常感谢教练，他们一直对于我们这么多包容，然后这么多支持，然后又在他们特别紧张的时候去开导我们，觉得真的特别不容易。教练还说，等到比完这个奥运会之后，让我们也去一人教一对小双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太累了，这个我觉得太不靠谱了。然后教练说，你们教完你们就知道你们应该怎么做的。这两年教练没太跟我说啥，可能跟韩东哥说的比较多吧。然后就还是鼓励啊，说因为从比完短节目之后，我的之后一天的训练不是特别好，今天早上训练也不是特别好，就是在外点自己单跳的问题上还是自己在纠结，然后可能后内跳的比较好，然后教练就说，哎，没事儿，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，然后给了很多开导，因为每次比赛都是这样，他说练得不好，早上训练的时候练得不好不一定是坏事儿，你练得太好你就不去想动作了，你一定要去思考，你要去想，然后你才能滑出来。因为前几次也是有过日本站啊什么的，早上训练都不是特别好，然后到比赛中也是滑出了很好的。所以说更关键的是到场上怎么把控自己，教练就一直在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。